刚刚我去给人提亲回来了，哎呀，浑身乱糟糟的，就觉得这个头发昏、四肢无力、喘不动气，特别憋得慌。刚才去药店量了一下血压啊，还好，一切都正常。我也算是那种见过大风大浪、大场面的人啊，毕竟提亲的次数多了。这提亲啊，是啥情况都有啊，我都见怪不怪了。这男士呢是90年的，女士呢是92年的，两人呢是在我们这个自己啊这个线上平台上认识的。这网上聊得挺好，后来呢就互相加了微信，互相彼此喜欢，一来二往，两人就这么成了。男士啊是在汽配厂工作的，这个姑娘是在超市里面上班。我特别要夸一夸这姑娘啊，人家这个人特别好，性格特别温柔。他们俩还没结婚啊，但是他们俩会有一个共同的银行卡，这两人发了工资啊都是3、7分，70%都存到这个卡里面去，说要一起啊在结婚之后啊这攒了钱给家里用的。这个男生也没给姑娘买过什么东西，人家姑娘也不要啊，觉得有点乱花钱嘛。这不马上年底了啊，双方父母的意思啊就是要见个面呀，过来谈谈俩家要定个亲。男方呢就委托我呀帮忙去提个亲。那我们这边啊请媒人提亲啊会是比较正式，而且还能控制某种激烈的局面。至于啥局面啊，大家也是懂的。这今天呢我就去了一趟女方家里啊，人家女方家呢是在这个城中村，这个女方父母啊都在。说明来意之后啊，大家也都开门见山哈，也不墨迹，直接说重点，那就是彩礼。女方父母跟我说呀，彩礼要10万，而且会陪嫁回去。我一听啊，我就问他们是陪嫁10万吗？女方父母接着笑起来就跟我说呀，开什么玩笑，彩礼是彩礼，陪嫁是啥呀？我们说了算。我问那具体是个啥呀？我这边得写礼单呢。这大叔啊性子比较急啊，就先说话，如果给我们10万彩礼，我们就给他陪嫁5个家电。这话还没等说完呀，女方妈妈的胳膊肘啊是立马就怼了过去，啥5个？你说了算了。然后转过来跟我说呀，就陪嫁3个家电，还嘱咐了一句啊，放心啊，都是最好最贵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懵啊，因为这个男方啊家里他是已经装修好了，而且已经住上人了，怎么也不可能缺家电吧？难不成要买个电饭锅吗？真的是想啥来啥呀。这大姨跟我说啊，那既然家里都装修好了，那咱们就缺啥买啥吧，给买个洗碗机，买个电烤箱，还有一个电磁炉。这大叔在旁边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就喊着说，哎呀，你给置办好一点的吧，别整一些锅碗瓢盆的。然后大姨听了就很生气啊，别胳膊肘往外拐，你出钱还咋地？大叔听完啊，可能就兜里没有钱啊，一声不吭上一边去了。这大姨啊就开始解释呀，哎呀，我们也想买冰箱洗衣机啊，那他们现在都有了，我们只能置办一些日常都用得上的。你看这个洗碗机啊，好的都要几万，还有电烤箱，给他们买那种嵌在这个橱柜里面的那种大的，也得好几万呢。要买个电磁炉啊，寻思小两口你吃个火锅对吧？冬天啊他也用得上，还得要质量好的，也得小几千呀。听完立马给我整不会了，这大姨可能觉着我们家没这些大家电是不？总之呢，按照大姨的算法，这些家电啊，这3件套啊，起码要5万。这喝了口茶之后啊，就慢慢的给他们沟通啊，这事儿他得磨呀。男方的意思呢是彩礼是31800，也不需要女方来陪嫁。这女方父母听了就说呀，那不得让人笑话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彩礼还能那么低吗？如果不要陪嫁，那彩礼啊最低是88000，一分不少。我说大姨啊，你看你要买这些家电啊，它也得大几万了，按照10万给你，你手上剩下也就有5、6万了吧，你咋还越要越高呢？接着大姨就是一副啊我不管的样子。后面呢又沟通了一会儿啊，还是不行。看着大叔呀，我就有点希望啊寄托于他。人家大叔看了我一眼，直接转身啊去了屋里。看来这家庭地位是有点堪忧啊。最后啊是好说歹说啊，女方呀同意了6万6的彩礼，不给陪嫁。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男方的时候，人家男方父母的这个态度啊就反差很大呀。人家就直接同意了，意思说多给点就多给点吧，钱呢还能赚，别把亲家的面子啊给撕破了，以后啊还都来往呢。就这样呢，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下来了。哎呀，提亲的心呢，那可是真累呀！婚介这个行业啊，如同过山车呀，禁止高血压、心脏病等患者加入，保命要紧。今天我说的话会比较狠啊，也不太好听。但自古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把什么都跟你说的很好听。哪怕你就算是做了违法犯罪的勾当，他都会说你啊，犯罪是真性情，是迫于工作压力，是敢于尝试新鲜事物，把正的能够给你说成邪的，把黑的能够说成白的。你因为年龄大被别人嫌弃，他们会说啊，别人配不上你，
你长得不好看，他们会说你足够优秀，足够自主，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识抬举。婚姻呀，本就一地鸡毛，遇到点矛盾呢，他们就会告诉你，干嘛要委屈自己啊？要勇敢去离婚。现在的网络呀，毒鸡汤横行，真的就是一种精神鸦片。未婚的不敢结婚，结了婚的动不动就要离婚，拆散了多少家庭？有一位36岁的大龄未婚姑娘，专门花了8000多块钱的学费啊，去学习如何才能嫁给高富帅。结果人家高富帅一听啊年龄，直接把她给 pass 掉，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那些视频啊，鼓吹着要做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别委屈自己，什么卡里有钱，车里有油。一群月薪3、4千的女人，幻想着自己能过上日常阿玛尼、迪奥、香奈儿出入日料、没事自驾游的生活，每个月的信用卡花呗都透支了，想想都觉得可笑。那些毒鸡汤呀，只知道说人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从来不看现实情况，哗众取宠，毫无干货。哪个女人不想全身彩色 logo， 脚下五彩祥云，走路都能走出巴黎的味道？但事实上呢，有几个女人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呢？我不反感女性的各种独立，事实上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女强人。但很明显啊，这些鸡汤视频啊，它的逻辑方向是有问题的。现实世界上就是你拼尽全力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辛苦工作，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觉得自己无比委屈，也不过找了一个门当户对普通的男朋友，过着每天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这个世界呀，不支持随随便便年薪100万，也不支持遍地全能女战士。还有一些脑残到爆、漏洞百出、台词弱智、霸道总裁爱上笨手笨脚的实习生、高富帅拼命护住傻白甜女主的电视剧、网剧、爽文等等，男女主一路尬演，但市场却很受欢迎，有着固定的受众买单。一些普普通通的女生乐此不疲地将自己投射到女主身上，享受玛丽苏式的快感。在他们眼里，感冒了不第一时间冲到我家门口的男人，那就该分手。过节不给我发红包买礼物的男朋友啊，那都是渣男。并且在恋爱当中也会拿着男主对女主的恋爱标准去要求男友。我拜托啊，脑子清醒一点好吧？电视剧还能打上个虚构，现实生活当中，霸道总裁会看上实习生，要么是因为他的颜，要么是因为生意场上的利益关系，要么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不可替代的资本。这3条当中能占1条，你觉得你还是个普通人吗？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哪些才是应该鼓励的。真正的三观是告诫那些来找对象的姑娘，你要坚持锻炼，不要熬夜，少生气，你就会变得漂亮。多读书，去学会理解他人，大家才会更喜欢你。而三观不正的毒鸡汤只会告诉你，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喜欢你的自然可以接受你的一切，不喜欢你的也不值得你去改变。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结果你自视甚高，产生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认知，自认为自己无比优秀了，谁也看不上。说残酷一点，这些心灵鸡汤、情感短文啊，那都是对一些没脑子的、迎合了自以为优秀的人才会显得高级。凡事一定要有自我判断力，分清楚虚拟和现实，远离毒鸡汤，少看，否则你会把自己作死，你都不知道。今天呢，一位43岁的未婚女士跟我说她后悔了，我听完后是真的非常有感悟。她说的话呢，我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勉，希望未婚的伙伴们一定要听完。她说，曾经在24岁，我谈过一个男朋友，2人谈了3年多，他对我非常好，他也是我现在最后悔错过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只有20多平方的地下室里，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他发了工资都会带着我去买衣服，去吃好吃的。我们计划着攒钱买房结婚。那段日子啊，虽然穷，但却是我过得最开心的。因为男友家是外地，而且家里条件差，在北京和我们老家那里啊，都买不上房子，父母就坚决反对。我也觉得攒钱买房啊太难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分手，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来找对象。从27岁开始，我就不停的相亲，最多的时候1个周能见2到3个，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大多数都是我看不上对方，有感觉的呀条件太差，这条件好的呢，要么长得太丑，要么个子太矮。我就想找一个看得过去的，起码出门啊不至于别人说呀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吧。于是呢挑挑拣拣的，一直到了30岁，我真的开始着急了，开始发慌。那一年呢，我遇到了一名同龄的船员，年薪20多万，有车有房，都装修好了且没有贷款，个子呢也挺高，我觉得各方面呀都凑合，我就开始试着和他谈恋爱，但却发现呢他情商低，说话直，我生气了都不会吼，越谈越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没有话可说，感觉就很尴尬。
我于是提出了分手。那一年呢，我妈骂我说我挑三拣四，可我也只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后面2年呢，我干脆直接摆烂，因为家里催婚催得我好烦，我干脆不想结婚了，摆烂吧，活着一天算一天。直到我33岁那年，母亲重病，临走之前呢和我说最后悔的就是拦着我，没有让我和第一个对象结婚。那个小伙其实他挺喜欢的，但是因为怕我结了婚吃苦，所以拒绝了。我听完呢，心里是五味杂陈，但是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我就跟他说，我本来也不喜欢那个小伙。最后母亲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开始悔恨，我已经33岁了，为什么还要去挑挑拣拣？和谁过不是过呢？之前好多物质条件也不错的，如今人家都结婚了，我却还高傲的单身着。接下来的2年，我进入到了疯狂的相亲阶段，到处请别人给我交对象，各种婚介，各种平台，我能去我都去，但是我还是没有嫁出去，因为大多数都是别人嫌弃我年龄大了，我再怎么精致打扮，依然掩盖不了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不想找单亲家庭的，这是让我最受伤的。可是我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后来媒人接二连三的跟我说现在没有合适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想给我介绍了。接着呢，我开始找离异没有孩子的，结果长得丑的我还是不喜欢，条件差的我还是看不上。我再怎么劝自己我都做不到。最后我们这边的媒人都传开了，都不愿意给我交对象了。我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我错了，真的错了。希望遇到一位有感觉的就可以，我也不挑了，也不要求什么物质了。39岁那年，因为出差遇到了一位聊得来的男士，离异不带孩子。我以为爱情终于眷顾我了，却发现呢，对方有一个瘫痪多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我又拒绝了。直到今年我43岁了，人生过了一大半，我才知道我活的是多么的可笑。当初遇到的那些哪一个都比现在的这些男士要好。我后悔的不是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而是我曾经过分的追求感觉和物质，导致我错过了很多。我希望那些正在相亲或者大龄的未婚姑娘听我一句劝，遇到一位对你还不错的，条件也可以的，能结婚就结婚吧。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缘分可以遇见，年龄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过了30，你就会发现你遇到的男人一个不如一个，不是让你将就，而是不想让你去后悔。希望你好好珍惜年轻的这段日子，找到幸福。这五一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1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1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俩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5一当天。这1周之前这个新娘的闺蜜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就跟新娘说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就这样，两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也是不嫌事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4人呢就白天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就去蹦迪。这经过1天的这个友情撮合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1天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两人就在这个车里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新娘就开始陆续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
当时男方啊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啊，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啊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啊，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啊，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啊，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啊，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啊，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呀，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啊摔门就走了。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啊，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啊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啊，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五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啊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呀，她只是出去玩了一天啊，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二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一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啊，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中午左右啊，来2个姑娘来找对象，特别有意思啊，一先一后。一位呢是93年的本科，是个企业的金领，年收入在15到20万左右，身高呢有170啊，身材匀称，就特别有一种御姐范儿。这后面来的姑娘呢是96年的国企会计，年收入在8万左右，这个长相又比较清纯一点。这两人呢是差了半个点啊，先后来的。93年的姑娘呢就想找那种全款车房，年收入10万以上的。96年这个姑娘呢就想找本地有房子可以接受贷款，年收入在8万以上，就是比他高就行。他们俩在这个选这个男士资料的时候同时看中了一位男士。这个男士是92年的身高185，自己创业做互联网工程的，年收入在20个以上至少吧，长得很斯文，戴个眼镜也是有车有房，但是房子呢是有少量的贷款。这为了避免尴尬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屋去联系这个男士。那讲究这个先来后到嘛，我就先介绍了93年的这个女士，还没等说完，人男士直接拒绝了，理由是这个太优秀了，有些配不上。这介绍96年这个姑娘的时候，人男士就说可以认识一下。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一家欢喜一家忧96年姑娘呢是一蹦一跳捂着嘴笑着说等待这个两人见面通知然后就走了。这个93年这个姑娘呢就坐在了椅子上低头就是跟别人聊天嘛。我寻思是不是在骂我呢？接着呢起身就把她的那个名牌包和奥迪车钥匙往我桌子上一放，双手叉腰跟我说我没有给她介绍全面，要求亲自和男士通电话。我问他，我说哪里不全呀？他说你告诉他我很优秀，也很有上进心，靠自己买的车房。那我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层管理，以后发展肯定是潜力很大的呀，这各方面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和他配得上。说完他在最后还抱怨了一句凭什么不如我优秀的他就愿意认识。看到姑娘这强势的样子我就表示我帮不了，我有脾气不一会儿呢就有人给他打电话他接着拿着包他就出门了。我承认这个姑娘优秀不假，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女性，她们大多数都是学历高，工作好，赚的也多，那自己买车买房。但这只是从社会劳动力市场评价一名劳动力优秀的标准，而不是婚恋市场上来评价女友或者妻子优秀的标准。劳动力市场看的是你作为员工能给公司创造的效益，而婚恋市场更注重的是你作为一个伴侣的反馈，你的外形、长相、性格、脾气等等。你觉得很优秀的地方呢，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关我屁事儿。何况很多姑娘的能力也只是比普通姑娘好那么一点而已，实际上也没有高到让男人趋之若鹜的程度吧。另外对于某些高要求高条件的优质姑娘们，你扪心自问你再成功再会赚钱，可你赚的钱你会拿给男人花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些女生虽然有钱，但是她不愿意给男人花，也不愿意拿来养男人，她只要求男性比她更加有钱才能够配得上。所以有钱的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利己而不是利他。
并不是普通的姑娘就可以找到好对象，而是她们知道自己不够优秀，更加的谦虚低调、温柔、包容力强，那更加去崇拜对方，在婚恋当中不摆架子。反观有些优质女生的态度总是很高冷、很傲慢，好像别人该你300万，你来要债是怎么地？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市场上，明明一些条件普通的姑娘，却总是比那些条件优秀的姑娘们嫁得要好。我跟你们说呀，做红娘这么长时间了，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后悔的人。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做这个不好，下一个更好，对不对？但事实是呀，大多数都是上一个更好。很多人呢都栽跟头栽到下一个上面去了。大约5、6年前呢，我刚做红娘不久就有一个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挺高，皮肤也挺白长得反正挺漂亮的。曾经呢给她介绍一位男士，比她大了2岁，跑物流车的。这个每次两人见面男士人家都比较体贴给女士带自己包的这个水饺，包括这个包子馅饼、馒头等等，什么都有。平常呢他有空就去约这个女士出来带她看电影逛街买东西。女士家里有个什么事情他都会帮忙。这个逢节假日这个男士也会开车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把她送回家。只要他发工资就会给这个姑娘买衣服。姑娘想做什么男士只要有时间都会陪着。两人呢就这样谈了快1年但最终因为女方家里人的一句话，他就想分手了。那个时候呢，女方家里人呢就觉得男士的工作不太稳定跑车经常是2班倒嘛，不安全，赚的也不多，而且家里是农村的，就提出说是让女儿来分手，认识其他的男人。于是这个姑娘就没打一声招呼，是直接删除并拉黑了这个男士。后来呢，她又相亲了3、4个，都不如这个男士对她好，很多呢她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最后呢，她就听家里人嫁了一个这个工作也稳定、有车有房的男士，彩礼呢要了16万，两人呢就这么结了婚。她跟我说这段婚姻她并不开心，因为男士也不喜欢她，对她呢也不是很好，彼此就是搭伙过日子型的。婚后各自忙各自的，感情越来越淡，基本都是没有话说。这不到1年呢，她就提出了离婚，退还了男方彩礼10万呢，是净身出户。离婚之后她是越来越后悔错过了曾经的那位男士，想来想去还是以前那个男士对她好。这今天上午她就过来找我我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了，变化还是蛮大的她呢就问我这个男士结婚了吗？我直接就跟她说我说男士已经结婚了，并且人家都有个女儿，婚姻呢也挺幸福的，自己开了店做了生意也不跑长途了，在城里也买了房子了。这姑娘听完呢就忍不住哭了好久。哎呀，我能说什么呀？我只是给她递过去纸巾让她擦擦那后悔的眼泪。这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呀？我觉得应该是她经历后面那些迷茫不堪、荒诞不经的婚姻之后发现没有男人像这个男士一样对她好了。其实后悔的本质就是她没有遇到一个更好的人。这不是有句话说吗？自己选的路你跪着他也得走完。我又不是神仙，你跟我说完后悔，我能哗的一下给你编回去吗？我有那能耐的话，我先给自己花回去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合做生意的了，倒腾镜子和后悔药。那镜子我就专门卖给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家里缺镜子的，这后悔药我就卖给那些后悔想吃回头草的。要是有大老板眼光好，看上我投资我我有预感我能是下一个马云。越想越靠谱。我跟你们说此时此刻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找对象真的挑来挑去的主了。今天我去租房子，一中介一大哥问我想要什么样的，我说要一个位置好点的装修不错的，房子干净点大点的嘛，最好便宜一些的。人大哥说这种得租金1万以上，问我有那能力吗？我一听那咱俩租不起哎呀，那就要个差不多的吧。他就问我差不多是多少，我说要不预算5000左右。于是他就给我看了第一个房子。哎呀，那房子位置就是在那个市中心离我工作地方倒是特别近，但装修就是那破破烂烂就这长相我是一点都没看上。我说我不喜欢。大哥就说就这地段你还不喜欢？你知不知道这里房价最高房东就是因为装修不咋地才给你便宜了那么多，咋你还没看上？我说呢我呢也不想委屈自己他就开车带了我去了下一个地。哎呀，位置是真不错，小区绿化也很好，而且还是个新房。但我打开门一看呢，哎呀，干干净净的，是啥也没有，就2张床跟一个冰箱。人说就这房子性价比太高了，你多少自己置办一点就能省出很多房租了。我说我这不是嫌麻烦吗？大哥一听就特别无奈就直接摇摇头。
悄悄地跟我说呀，我这都是给你找优秀的啊，适合你的，你别要求太高了，不然找不到的。接着呢，我们又去了第3家，我一开门，哎呀我去，真的装修特别豪华，谁不抢这房子谁有孙子。谁知人大哥说啊，这房子距离我上班的地儿啊将近30公里。我一听，那我不得累死了，这赶上堵车，我这得2点才能回来，我就不想要了。大哥那血压就蹭蹭蹭往上拱啊，就你这预算，哎呀，还既要又要，又想要这装修好看的，还得地理位置好的，还要便宜的，你就给我那5千，非得想要那1万的待遇，你咋就没个自我认知呢？那一瞬间啊，兄弟们，真的我突然间特别共情，感觉来的就是这么快，为啥找对象就挑来挑去了。然后啊，大哥就带我去了另一家，差点没让我给他气吐血。这房子位置是不错啊，装修也可以，家电齐全，就是没那么好，但是就是绝对也不差啊。我当时就感觉，哎呀，凑合一点吧，就还在那纠结啊，要不要的。这大哥急的呀，你还在这挑的，就这房啊，你就等着看吧，一进市场就立马就没了，你还不抓紧，就让人给挑走了。我说能不能先看看其他的呀？我就比较嘛啊。他又带我看了2家，结果就是越看质量越不好啊。我就开始后悔啊，就赶紧跟大哥说，那我就要刚才那家了。大哥立马打电话给人房东啊打过去，一听啊，刚刚让人给定了。那一瞬间啊，伙计们真的心塞又后悔，共情来的就是这么快呀，兄弟们，我后悔了，真的，以后我再也不挑了。这相亲找对象，很多姑娘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求不高就是找不到的。上午来了一个姑娘要找对象啊，95年的，身高在165，身材匀称，本科学历，在国企上班，年薪啊8万左右，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整体条件都确实不错。我问他你想找什么样的？他说，哎呀，老师我要求不高啊，条件跟我差不多就行，本科学历，有房子，有稳定工作，人品好就可以。我一听啊，这要求还可以啊，确实不高。他和我说呀，婚姻最重要的就是2人3观合适啊，一条心能把家庭给经营好，条件啊都不重要。哎，我听完呀，这姑娘人是真的不错，我就给她介绍第一个男生啊，94年公务员，市区里面有房子，个子也比较高，在1.8米，长得也挺不错，就是父母在农村啊，有个姐姐。这姑娘一听啊，哎呀，那表情我学不太来啊，就是微微皱眉啊，跟我说，男士人挺好，就是家呀是农村的，不太行。我爸妈都是城市的，他们也不太愿意。你看有没有城市家庭的呀？啊，听完了我又给他找，就介绍了第2位，93年的，硕士学历，是高中的数学老师，身高175左右，长得也还可以。这一家子啊都是书香门第，父母都是老师啊，也有退休金。这姑娘听了就说，哎呀，这个条件也行，但这高中老师会不会太忙了呀？平常都得有晚自习吧，而且教数学肯定啊课程安排也比较多，也比较紧，家里啊那肯定顾不得了呀。你看有没有工作轻松一些的，时间比较多的，我想着周末一起出去约会啊都方便。哎，咱是做服务行业的，一定要有耐心。于是我又给他介绍了第3位。我这回啊一步到位啊，94年的，985本科，事业单位工作，双休，人长得又高又帅的，父母还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独生子，条件好得很啊。我想着这回怎么也该可以了吧。这姑娘听完就支支吾吾的问我，她1年多少钱呀？我说1年10万吧。这姑娘又是微微一皱啊，哎呀，这工资啊跟我都差不多了，是有点太低了吧，这养家肯定会很困难的，有没有年收入高的呀？啊，我听完真的忍不住了啊，再忍下去乳腺增生了呀。姑娘你到底想要啥样的？你不是说你要求不高吗？她说我要求确实不高呀，那也不能太低了呀，学历最低本科吧。哎，男人得承担养家的责任呢，现在物价都高，如果房子有贷款，这收入怎么也不能低于30万吧。另外家里条件好点，哎，别拖后腿，毕竟我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我是独生女，男方也得是城市家庭独生子吧，父母有退休啊。这房子啊得考虑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市中心靠学区最好了。另外呢，我身高165，穿鞋都有170了，男方低于180他不好看啊。你看我长得也挺好，身材保养也不错，我虽然不看脸，但男方也别长成个歪瓜裂枣吧。哎呀，听完这姑娘这一顿输出啊，我就觉得我得抓紧吃降压药。我问她还有吗？这姑娘说啊，差不多了啊，还有就是男方性格要稳重，对我好，有耐心，孝顺父母。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下去了，姑娘你拿我这当许愿了呀？你这要求太难了啊，我这边帮不了，实在不行啊，你也买个票去四川找大夫，问人家愿意给你让座不？她说呀，我这要求不高呀，怎么就不行了？姐妹儿，
相亲啊，不怕你要求高，就怕你要求多呀。你看你整这一大堆，同时符合要求的男人，我就算全球我给你扒拉也扒拉不出来啊。又要帅的，又要赚钱的，家里条件还好的，还要对你好的，能孝顺你父母的，这比你让我去找思聪娶你都难呀。你要么从这一堆里面选3个，要么出门右转有电梯啊。这姑娘说那行吧，我找个有钱长得帅的，加上条件好的可以吧？哎呀，那一瞬间啊，顿时哑口无言呀。今天刺猬开门不利啊，这给你送进来了，你这是做梦一直没醒，搁我这梦游呢。这姑娘不信，就觉得自己要求不高，觉得我能力不行，转门出门啊要去找别人去了。有些女生你来找对象啊，总说自己啊找个条件差不多的，你给她找到了吧，她就想要其他的要求，比如说身高、颜值、情绪价值，反正是要求越来越高，谁也看不上。剩女是咋来的？就这么来的呀。这男人挑女人啊是平分思维，这部分的分值啊低不要紧，那其他的分值高，总分不低就好嘛。女人挑男人那是木桶思维啊，短板决定评价，但凡有那么一点不好的，完蛋。我跟你们讲，今天一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让我见识到了啥叫做梦天花板。她先是问我，老师我为什么一直嫁不出去呢？我问她你是不是择偶要求太高了？她说我要求一点都不高啊，市中心有车有房，年收入20万，工作稳定，阳光帅气温柔体贴就可以。我掐指一算呢，姑娘你这命中缺男人啊，你带上身份证去12306订票，去四川一个叫乐山的地方，你拜拜大佛啊，你让他起来，你去做呀。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知道自己的年龄啊有点大，既然男人不愿意娶她，那她就不要车房彩礼，诚心招上门女婿，愿意提供车和房外加彩礼，符合要求的择优录取。这话一出，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吃惊的啊，一般能提出上门女婿都是有实力的呀。我问他，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说说你招上门女婿的要求，我这边粉丝也可以啊，线下有资源，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他说自己今年32岁啊，老家是有车有房，年收入15万，本科学历，父母在国企退休，独生女。要求男方啊，身高175以上，外貌没有明显的短板，年收入50万以上啊，没听错。这出生的孩子啊，男方要跟女方姓，毕竟人家招上门女婿嘛。女孩呢可以给男方姓。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我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啊！你这牌打的啊，4个3啊，要炸我2王啊！姐姐，你这是招上门女婿啊？他说对啊，我给男方彩礼，也不用男方买车买房啊，这不就是招上门女婿吗？姐妹儿，你是市中心全款车房吗？他说不是。你给多少彩礼？他说手上目前存款10万，愿意全部都给出啊，但是希望男方能够把这个钱带回来，家庭使用。听完我跟王爸当时那一瞬间就感觉特别无奈啊，我真的是头回啊听上门女婿这样式的。你知道这种上门女婿是啥样的吧？上一个找我招上门女婿的姑娘啊，人父母是在温州做生意的，年收入多少我就不说了，但人家招女婿的条件啊，一套全馆市中心的房子直接落男方的名下，一辆这个宝马5系代步车给男方家里补贴30万，女方全包婚礼所有开销，吃喝拉撒睡啊，衣食住行女方全管，这才叫上门女婿。好家伙，你这要求啊，你找人大佛，人估计都不愿意给你让座的。这姑娘听完说，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以后会对这个男方好，虽然上门，但依然会尊重他。我一听啊，婚后工资给男方不？他说不给。婚后谁养家？这姑娘来了句，那肯定是男方养啊。大妹子，我真的是让你给整无语了啊！公司招聘人还得写个高薪诚聘呢，给人说好福利待遇，你一个个体工商户去挖人年薪50万的企业高管，给的条件是月薪3000包吃住，那谁跟你玩啊？付费当上门女婿啊，让人笑掉大牙，大白天这不做梦吗？这条件男人图你是1亩3分地儿，还是图你管吃管住10万彩礼啊？孩子还得随你姓，人还得随你父母生活。估计这年薪50万都得落你管着，周扒皮见了你们家都得高呼一声牛逼啊！资本家看了你都得流泪啊！还是你会整活呀？我问他有个男士32岁，单亲家庭，母亲打零工，无房无车，普通本科毕业，年薪在8万左右，家里这条件确实也买不起房子，帮不上儿子吧？这男方愿意上门是真心入赘。这姑娘一听那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直蹦高啊！这条件让我去嫁我都不去。我听了我也蹦高啊，那你就继续单着嘛，别老自己白日做梦。反正跟他唠嗑就跟那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这姑娘的择偶要求是一降再降，最后要求男方175以上，本科学历，
一线城市生活，年收入20万以上，父母城市户口有退休，82年到90年的未婚帅气男士。请符合要求者积极联系我报名，给报销来回的大巴费用。这姑娘不给出机票，太贵啊，大家请自理。一定要看清楚啊，是这个姑娘招女婿啊，人家那个温州厂长女婿找到了啊，请不要报错名。最后再说一遍啊，你要想找对象，你先去市场摸摸自己底牌多少。相亲这个圈子大家都是名牌打扑克，你拿个对三当王炸，那丢人的还是你自己啊，你得有硬牌。老实话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